老婆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替他洗过胃，应该没事了。可是他的情绪不太稳定，你跟他好好谈谈吧。小心点儿，谢谢你。不妨碍你。Jackie，走。哦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有没有发现我没有戴戒指？你一定没发现的。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懂得关心我，还是从来没关心过我。戒指已经掉了好几天了。对不起。你除了会说对不起之外，你还会说什么呢？可能最近我比较忙一点。现在我能为你做什么？嗨，嗨，真奇怪啊！应该看见你的时候不见你，没想到你会在家反而见到你。今天晚上可以陪你做一些我们已经很久没做的事。你是不是说去看电影啊？票都买了。对不起哦，今天没有空应酬你。你有事情没关系。那么有没有时间一块吃晚饭？我约了别人吃饭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下次我会先找你的秘书看看你们约了别人。好啊。小心开车啊！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有趣啊？嗯，应该做的时候你不去做，现在做了没用了，你反而做。嗨，这么早回来？啊，不知道是我交友广阔，还是你得罪了太多的人。原来刘太太我也认识。是吗？她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以前你当外科医生的时候，是不是跟我们拉保险的一样，也有人监督，每个月要完成多少个手术呢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唉，随随便便把别人的子宫割掉，这不是一个负责任医生的行为。我可是从来都没有批评过你的工作表现，或者是你的职业道德。哈，因为我够专业了，没什么让人批评的。我想说的是，其实你对我的工作不是太了解。那么，你是不是不应该批评我以前的工作表现？你这么做好像对我不是太公平啊。难道对刘太太很公平吗？我看这些事情是不是应该由法官来裁决？我只想说一件事情，如果我早知道你对病人也是这么不负责任，我根本不该对你有任何幻想，以为你会对我们的婚姻负责任。明白吗？维文，我们不想花太多的时间来了解法律程序上的问题，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？没有问题。那位何女士最少找来8位专业资格或认可的妇产科医生，指出当年程医生和张医生为她做出的诊断和治疗是不恰当的，结果令到她的心理和生理都受到不必要的痛苦，才会引起这次的诉讼。我们赢的机会大不大？作为代表你们的律师，我有信心。可是闹上法庭了，就没有绝对了。要是输了，最坏的结果会怎么样？从我的角度理解，会是赔钱。我认为最坏的结果会是公众对我们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失去信心。我认为最坏的不只是对我们的医院失去信心，还会对整个社会的医疗服务也失去信心。这么说，我们不能输。有没有考虑庭外和解呢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跟打输有什么分别？站在我的立场，
最大的分别是不需要做出他们所要求的赔偿。结果也可能是一样，公众仍然会认为是我们的错。庭外和解其实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。我跟他的律师谈过，他们完全无意庭外和解，不是他的律师不想，而是那位何女士坚持要打这场官司。是不是应该了解一下那位何女士为什么过了那么多年才来控告我们？我们已经着手进行。你有什么看法？要看 Raymond 能否帮我们了。那你呢？我认为看看是否可以帮助那位何女士。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以前所做的是以病人的利益为大前提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这个原则都不应该放弃。如果那位何女士坚持要打这场官司，我们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。那就是说，要看法官最后如何判决。这得看你们在庭上的表现了。哦，不要给我们压力啊！喂，别玩了！刚才我捡到一样东西。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哎，麻烦你了，麻烦你了。有什么能证明是你的？里面那对戒指啊，刻了 Paul 和 Rebecca。哦，我好不容易捡到的，你怎么报答我？还给我吧。送给太太的戒指居然也能搞丢了，那会不会是不祥的预兆呢？让你碰过，可能真的会有点不祥。我先走了。听我说，讨太太欢心呢，不是补送戒指给她这么简单的，最重要的是让她感觉到你关心她，明白吗？我也知道以前我在这方面做的不够好，现在正在努力补救吗？你会做什么呢？大家研究一下。就算研究啊，也不是跟你研究吧？这倒是啊。我要工作了，玩得开心一点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嗨，没吓着你吧？我说过的，你永远喜欢在最不适当的时间出现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啊？我没事。没事，干嘛这么早睡觉啊？有些话我想跟你说清楚，不过现在最好你先出去。我也有话想跟你说。如果你现在还不出去，恐怕我们会谈不下去。好。这些不是你的，是我朋友的。有很多事情不用再解释了。我只希望你现在继续保持冷静，别做出一些使大家丢脸以及将来后悔的事。我看将来会后悔或者是丢脸的，都肯定不是我。我们还可以谈下去，我在楼下等你。其实也没什么好谈的，是不是？有些事情总要搞清楚。我早就很清楚发生什么事了，不清楚的其实是你。有问题为什么不一块来想办法解决呢？而且做一些来破坏我们之间关系的事，为什么？你就是这样子，有问题出现，你从来不会去想一想。问题其实出在你身上，你从来不站在我的立场上替我想一想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在做什么？你不觉得自己说的话很荒谬吗？我是你太太，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我在做什么吗？是你失败还是我有问题？你现在应该很清楚了。行了，我明白，一定是我的问题。你无从抵赖，
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了，开心的日子我已经全忘掉，一定又是我的责任。不然你以为又是我的问题？应该是医院 call 你了。对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医院的 call 永远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你认为我应该怎么样？我们说的可能是一条人命。总之，所有的事情都比我来的重要了。本来半个钟头之前并不是。一定是很重要了。有个急症病人，需要我现在马上回去替他做手术。其实现在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们离婚。我不想再这样跟你生活下去，我更不想有丈夫等于没丈夫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要一个真正关心我、听我说话、能跟我聊天的人。你是个男人，今天发生的事，难道你能接受吗？我要走了。连我自己也无法面对。你不要告诉我你可以。你回医院吧，我也该上去了，不然马婷会担心我。离婚的事，我会找律师处理。喂，回来了，什么事？急诊室送来的，动脉瘤穿了。你呢？也是急诊室送来的，撞车很麻烦。给吧。干嘛？没事。病人有事吗？有事的不是他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你晚上有没有空啊？一起喝东西。我饭都没吃，怎么喝呀？那就吃饭。你是不是真的没事啊？今天不想一个人。瑞贝卡去了外地。走吧。陪你不是问题，是不是应该找个话题聊聊？好啊，聊什么？你想聊什么就聊什么。我会不会太自私了？在哪方面？比如，我不想回家，就找你们俩来陪我。有问题而不去面对，不是解决的办法。没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。我以前也是这么想。以前呢？那现在？很晚了，我们走吧。你不是不想回家吗？打扰了你们一个晚上，够了。我们不介意。有些问题我始终要面对。走了。Hello， 我是 Rebecca， 我们现在不在家，要找我或找 Paul， 请在 B 医生之后留言，我们会尽快回你电话，谢谢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拨错号码。何女士，请问你在1990年4月是不是曾经在仁爱医院接受一项手术？是什么手术？子宫切除手术。
请问你还记不记得是哪几位医生负责那次的手术？一位是程志美医生，另一位是张家光医生。请问你有没有子女？没有。为什么你会接受这个切除子宫手术？他们跟我说，我的子宫颈上有一个恶性肿瘤。刚才你提的那2位陈志美和张家光医生，在你做手术之前，有没有清清楚楚地告诉你，你做这个手术会对你有什么影响？有，他们告诉我，我会永久不育。可是你也愿意做这个手术？本来我不愿意的，可是他们跟我说，如果我不把整个子宫切除，我的生命会有危险，所以到最后我还是接受这项手术。陈志美和张家光医生有没有曾经跟你提过，除了把子宫切除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处理你患有的子宫颈恶性肿瘤呢？没有，他们没有，他们只是跟我说，把整个子宫切除是最好的根治方法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之前所说的并不是事实？我上个月觉得头很疼，情绪出现很大的问题，医生建议我做全身检查。后来医生跟我说，因为我的荷尔蒙分泌不平衡，所以情绪上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。你的情绪问题对你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呢？因为我在情绪上出现问题，导致我跟我先生的婚姻也出现问题。我跟我先生在3个月之前离婚了。这么说，何女士，你的永久不育、荷尔蒙不平衡、情绪出现问题，导致你的婚姻破裂，这一切都是你做完手术之后的后遗症。对，医生还跟我研究过，但是我根本不需要把整个子宫切除，是他们胡乱替我做手术的，所以我的健康才会出现那么多问题。谢谢你，法官大人，我暂时没有其他问题。何女士，请问你是哪年出生的？1986年。在你结婚之后到1990年，你接受这项手术之前的4年里面，你跟你先生有没有计划过生育？没有。程志美医生和张家光医生替你进行这项手术之前，是不是曾经向你了解过你有没有计划过生育？我不记得。手术之前，程志美医生和张家光医生有没有很清楚地向你解释过，手术之后你需要局部使用荷尔蒙来改善你情绪上可能受到的影响？没有，没有说得这么清楚。手术之后，程志美医生和张家光医生是不是曾经建议你接受心理辅导？我不记得。根据我们的记录，程志美医生和张家光医生曾经建议你接受心理辅导，可是结果你完全没有接受任何心理辅导。那又怎么样？是不是我见了心理医生，我被他们切除了子宫，我还能生孩子？何女士，请控制你的情绪。法官大人，我没有其他问题了。爸，哎，找我有事？官司打得怎么样？日本今天的表现很好。知道了问题出在哪儿，可是未必能提到法庭上。跟我们有关吗？其实那个女人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只是她不甘心，想做一些事情使自己心理上好过一点。我不太明白。有人认识她先生，说她先生在外边养了个女人，还生了个孩子，之后回家向她提出离婚。以后的事你可以想象到。他可能认为自己不能生了，所以他先生才会在外面找别的女人替他生孩子，才会跟他离婚。以他这个年纪，先生突然提出离婚，实在很难接受。如果他败诉的话，可能会一无所有。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太理智的。